Hello，大家好。前段时间，几乎所有银行都预测加拿大央行今年不会再加息，甚至还有的银行说，非但不会加息，很快就会降息。然而，今天加息还是如期而至。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，同时继续实施量化紧缩。我早在几个月前就一直在强调，6月份加拿大央行会恢复加息，结果果然不出所料。这次加息前，加拿大和美国基准利率有75个基点的差距。如果加拿大央行停止加息，输入性通胀就不可避免。如果继续放任下去，肯定会造成资本外逃，这会给加拿大带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。为什么之前所有银行都预测今年不会再加息？他们不是不知道停止加息的后果，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配合央行来演一出戏。央行呢，尽量拖延加息时间，好让房产市场利用春季传统旺季得到喘息的机会，这样呢也能让高杠杆炒房的投资者利用这一窗口期解套，最终实现房产市场腾笼换鸟，也就是换一批抗风险能力更强的韭菜进入市场，这样房产市场就有软着陆的希望。但是如果春季房产市场不能复苏，房屋的销量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，高杠杆呢又选择继续死扛，他们的债务包袱呢会越来越重，房产市场的软着陆希望也将彻底破灭。事实上呢，房产市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先来看看5月份各大城市房产市场的情况。大多伦多地区5月份的房屋销量为9012套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%， 比4月份增长了 20%。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，去年5月份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量同比暴跌了 38.8%， 尤其是新房销量暴跌了 62%。可以说去年5月的市场是非常惨淡的，因此今年销量虽然有所上涨，但仍未恢复到正常的水平。虽然5月份的房屋平均价格上涨至120万加元，比4月份上涨了 3.7%， 虽然这是连续第4个月上涨，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，平均价格仍然下跌了不少。不过下跌的比例从4月份的 7.8% 放缓至 1.2%， 比去年2月份的峰值下跌了 10.3%。5月份新挂牌量同比下降了 18.7%。 房产经纪协会说，供应量跟不上需求的原因是卖家仍在等待更高的价格，但是结果他们却等来了加息。蒙特利尔5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为4428套，与去年同比下降了 8%。 房产经纪协会说，如果不看疫情导致异常低的销量，那就必须回到2015年才能看到如此低的销售水平。蒙特利尔几乎所有地区的销量都呈下降趋势，下降幅度在 2% 到 12% 之间。拉瓦北岸和南岸的销量分别下降了 12%、11% 和 10%。 Plex 经历了最大的年度跌幅，下降了 19%。 购买 Plex 的一般是投资性需求在市场不好的时候，那 Plex 销量的下降是首当其冲的。其次是公寓和单户住宅分别下降了 10% 和 4%。 所有房地产类别都观察到了挂牌量的增加。活跃房源同比增加了 46%， 待售房源达到了16089套，其中单户住宅房源增加了 55%， 增幅最大。公寓和 Plex 紧随其后，增加了 43% 和 30%。 目前所有类型房产平均销售时间都比1年前更长， Plex 销售时间为77天，单户住宅销售时间为49天，公寓销售时间为53天。同样可以看出来 Plex 销售时间是最长的，这说明投资需求变少了。 Plex 单户住宅和公寓的销售时间分别比1年前增加了35天、24天和23天，所有这些时间都远低于1年中这个时期的历史平均水平。 Plex 房产的中位数价格为73万加元，同比下降了 3%， 约合21000加元。单户住宅中位数价格为55万加元，同比下降了 4%， 约合25000加元。公寓最为稳定，中位数价格为40万3000加元，同比下降了 2%。大温地区5月份的房屋销量略低于10年平均水平，5月份的房屋销量为3411套，与去年同比增长了 15.7%， 比10年平均水平低 1.4%。 房产经纪协会说，市场显示出升温的迹象，所有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为118万8000加元，同比下降了 5.6%， 但是环比上涨了 1.3%。 上个月有5561套新房源，比1年前下降了 11.5%，
比10年平均水平低 4.3%。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9293套，与去年同比减少了 10.5%， 比10年平均水平低 20.6%。独立屋的销量为1043套，同比增长了 30.7%。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953600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6.7%， 环比上涨了 1.8%。公寓的销量为1730套，同比增长了 7.9%。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60800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2%， 环比上涨了 1.1%。联排别墅的销量为608套，同比增长了 16.7%， 基准价格为1083000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4.7%， 环比略涨 0.2%。卡尔加里5月份的房屋销量为3120套，比去年5月增长了 2%。尽管创下纪录，但是迄今为止今年的销量仍比去年同一时期低近 30%。房产经纪协会表示，市场仍未完全摆脱年初的下滑趋势。与去年相比，新上市房屋数量继续减少。上个月新上市房屋数量下降了 15%， 至3652套。市场基准价格同比上涨了近 3%， 至557000加元，平均价格上涨约 6%， 至551853加元。这些数字反映了更高的利率环境和近期租金上涨，这促使更多的人在寻找公寓。其实在今天央行加息之前，固定贷款利率就已经在上涨了。几大银行把1至3年期的固定利率上调了10至20个基点，5年固定利率在过去2周平均上涨了约30个基点。随着生活成本上升，很多加拿大人转向更多的信贷以减轻财务压力。2023年第一季度消费者总债务达到了 2.3万亿加元，同比增长了 5.6%， 平均每月信用额度付款比1年前增长了 43%， 而平均每月抵押贷款付款增加了 16%， 新抵押贷款数量继续下降，比1年前下降了 32%， 因为高借贷利率抑制了需求。现在高利率和高通胀并存，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陷入债务深渊，拖欠还款。根据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艾可菲的一份报告，随着消费者进一步陷入债务困境，加拿大人每月拖欠非抵押贷款账单的人数正在增加。今年第一季度，超过175000名加拿大消费者错过了至少一种非抵押贷款产品的付款，这主要包括信用卡、汽车贷款、无担保信贷额度和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等等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9%。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据，与去年2月份央行开始大幅提高基准利率之前相比，1/3的抵押贷款持有人已经看到还款额有所增加。央行估计，面临抵押贷款续期的房主每月还款中位数增长将达到 20% 左右。与此同时，加拿大信用卡债务继续飙升，余额与去年相比增长了 14.5%。加拿大人的信用卡债务总额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首次突破1000亿加元大关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，加拿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是世界上最高的，这是因为加拿大家庭债务水平高，而且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所占比例很高，因此呢，加拿大将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。其实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绝大多数买家的心态，他们的心态决定了未来市场的变化方向。那蒙特利尔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大多数想买房的人都在观望， 68% 的受访者坚持等待更低的抵押贷款利率， 26% 的人表示利率上升是他们推迟搬家的原因，还有 18% 的人认为经济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暂缓买房。那综上所述，因为加拿大央行暂停了几个月的加息，所以势必会延长高利率的周期。加拿大央行用更长的高利率周期换近几个月不咸不淡的旺季，非但没有降低房产市场崩盘的风险，反而让风险加剧。随着央行今天再次加息，那些仍在苦苦支撑的高杠杆投资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